瞧，我是巧儿。你是爱吃金沙巧克力的巧手吗？楼上有人说有。好，这款蛋糕呢，就是以它做灵感做成的榛果巧克力蛋糕。蛋糕体呢，是我独家研发的巧克力海绵蛋糕，吃起来松软湿润，绝对不干。内馅呢非常香浓，然后外层呢淋满了满满的榛果巧克力，咬下去呢有点咔哧咔哧的，就跟吃金沙巧克力的口感一样，但比它更好吃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蛋糕体是之前分享过的巧克力海绵蛋糕 2.0 版，那支影片呢有海绵蛋糕详细的介绍，有兴趣的巧手可以回去看。这次配方微调过，让蛋糕的高度更高，也比较不容易消泡哦。原食谱可做1个6寸，需要 3.5 颗全蛋，1颗蛋黄，加入砂糖，隔热水让蛋液回温，比较快打发。用桌上型搅拌机操作的话，蛋液呢可以先放在室温一阵子，全蛋不用隔热水也可以打发的。当可以画8字，3秒钟不会消失，表示蛋液已经充分打发。奶油跟黑巧克力一起融化，温度约50度。面粉、可可粉、一点海盐混合均匀，过筛加入。因为有可可粉，油脂比较高，蛋糕会开始消泡，所以搅拌的手势要尽量的轻柔快速，尤其是中间底部呢最容易卡粉，稍微检查一下。看不见干粉之后，加入巧克力奶油。小技巧是先淋在刮刀上分散压力，才不会沉底结块。用打蛋器大致拌匀之后，改用刮刀整体拌匀。蛋糕模具底部跟侧面都要用烘焙纸围边，倒入面糊。震个几下，让空气浮出来，再用竹签画一画，这样子呢，蛋糕的组织会很细致，孔洞很小。不要耽搁，立刻进烤箱，170度烤35分钟。耶，烤得不错耶！确认一下是否完全熟透。竹签戳到底部没有粘黏，表示 OK。提着烘焙纸脱模，先不要撕纸，让它跟蛋糕一起放凉。等蛋糕变冷的期间，我们来做内馅。在少部分的鲜奶油内加入黑糖，也有人称它红糖，一点咖啡粉。这种深褐色的黑糖跟白糖的差别是糖蜜的成分高很多，有一种独特浓郁的香气，但缺点是非常容易结块。因此这边呢要隔热水加热一下，帮助黑糖溶解。没有结块之后，记得进冰箱冷藏降温。等到摸起来是冷冷的之后，加入主要的鲜奶油内一起打发。鲜奶油要冰冰的才好打发哦。奶茶色看起来很好吃的黑糖咖啡鲜奶油馅完成。先取一半放入挤花袋内当夹层的内馅，另外一半呢放进冰箱等等做抹面。蛋糕完全放凉了，准备来切它。很怕切蛋糕会歪吗？推荐这个分切的小工具，又便宜又好用，有5种刻度，看你想要哪种厚度。新手切蛋糕不怕失败的方式，外围先走一圈，最后呢再往中间切。有辅助工具，不用练10年，蛋糕就切得又平又漂亮。
今天切成3片，喜欢吃馅料多一点的话，可以切薄一点，分成4片。这个配方呢，我很喜欢。你看蛋糕呢，它的剖面孔洞很小，吃起来不会粗粗的，是细致湿润的高级口感。夹馅时间，将鲜奶油装入挤花袋的做法呢，也是更适合新手。这样馅料分配得很平均，有一定的厚度，不太需要抹它就很平了。我知道很多巧手对做这种夹层蛋糕都会有点怕怕的，所以呢，尽量设计成新手友善的方式。如果你是经验老道的巧手，像切蛋糕夹馅，你就直接来吧，不用多一步。最后呢，放3大坨的鲜奶油在它的顶部，然后多余的推到侧边，再慢慢的把侧边抹好。金沙蛋糕的特色是鲜奶油层不要抹得太厚，也不用追求完美，标准很低，薄薄一层有就好，甚至蛋糕露出来也没关系。好的，拿去冰15到30分钟，让蛋糕完全降温。来到重点了，榛果巧克力淋面。榛果呢要先烤过才会香，170度烤10到12分钟。看到榛果呢变成金黄色之后出炉。铲子上的是生坚果，会带点白色，跟烤完的做个对比。榛果呢一定要事先烤过，你看烤完，不管是颜色跟香气都差很多。烤完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哦，那个金沙的味道都来了。但还没烤之前呢，生的榛果，单闻它呢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。那如果榛果不好买到的话呢，你可以用核桃替代，我做过也很好吃。对的，榛果如果买不到的话呢，你就用核桃啊、胡桃啊，甚至是杏仁替代都可以。这是刚刚抹面剩下来的鲜奶油，不要丢掉哦，太可惜了，拿来做淋面。如果呢你的刚好剩下来不够的话，就再补点鲜奶油。牛奶巧克力切块，加入鲜奶油内，一起隔水加热融化。今天一直在隔水加热。巧克力都融化之后，选择性的可以加一点玉米糖浆或者是水麦芽，增加光泽。不好买到的话呢，就省略。希望光泽更漂亮，进阶一点做法呢，是用均质机再打一打。没有的话呢，一样省略，没关系。加入榛果拌匀，是不是有金沙巧克力的感觉了？淋面呢，最关键就是温度，安全的温度呢是23到26度，太热会让鲜奶油融化，太冷呢它会流不动，所以这里一定要用温度计确认。量好温度之后，不要怕，一口气把所有的淋面倒出来。用抹刀呢，先把顶部稍微抹平，保持一定的斜度，转个1-2圈，让多余的淋面自然的掉落。下一步呢，是侧边有空隙的地方把它补起来。最后是把多余的淋面用刮刀呢缠起来。整个过程大概1分钟内，一眨眼就结束了。
最后画龙点睛一下，金沙蛋糕怎么可以没有金箔？完成。来看剖面吧，刀子呢要热才好切哦。巧克力海绵蛋糕搭配黑糖咖啡鲜奶油馅，外层呢是脆脆的榛果牛奶巧克力里面，整个是梦幻组合。吃的时候完全会联想到金沙巧克力的味道，但多了很多口感，还有不同的风味，超级好吃。欢迎来到本次的翻车事故现场。这个蛋糕难度呢，我觉得是中等，因为你不需要很会鲜奶油的抹面，抹得不完美没关系，最后呢都会被这个榛果巧克力里面给覆盖。那唯一呢要掌握就是这个里面的流性就没有问题了。第一个呢，跟你分享就是巧克力的选择很重要。一开始我用的是苦甜巧克力，但我试吃之后发现那味道不太对，因为金沙巧克力它本身就是用牛奶巧克力，所以最后呢，食谱还是建议大家用牛奶巧克力，那个味道才是对的。然后再来就是买这巧克力的时候品质要买够好，像这一款品质呢就不怎么样，导致呢它流性很差，不是我鲜奶油加的不够多，然后它还没流到底的时候就已经凝固了，根本没办法抹面，所以巧克力的选择呢特别重要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发现这个蛋糕要做的像金沙蛋糕的感觉呢，就是它的坚果比例一定要够多。因为你看哦，这个蛋糕看起来是不是就是坚果零零散散的，就没办法做出像金沙蛋糕那个凹凹凸凸的视觉冲击感。所以我最后呢，食谱就大幅增加坚果比例。这要感谢小当家，因为这是他跟我说，他说你坚果用太少，完全不像金沙蛋糕，所以这个蛮重要的。最后呢，还是淋面，就是淋面呢，你只有一次机会，然后要克制自己，淋完了之后呢，不要在那边左右这样抹来抹去，抹来抹去，因为它一凝固之后，你再抹，它就变得这样雾雾的，就没有那个光泽感。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，我刚刚想到，就是你的淋面要一次全下，因为一开始我有点担心，就是说好像会太多太少，我就分2次下，那我就发现分2次的那个淋面，它本身温度不一样，它没有办法。结合在一起，就看起来有那个流的痕迹，所以你所有的淋面材料一次淋下去，然后再快速的抹开。那讲了这么多，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很恐怖？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的话呢，一开始你可以先拿这个蛋糕的模具，然后我也有练习过，就是用薄薄的一层鲜奶油抹完之后呢，然后淋一遍，确认你的淋面的温度、流性还有手法你都掌握得很好，你再淋到真正的蛋糕上，这样比较保险一点。情人节快到了，有想要亲手做蛋糕制造点罗曼史吗？推荐这款男女生都会喜欢的金沙巧克力蛋糕，制作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哦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